香港最近频频出现这种跳水的现象，有一家叫中国天瑞水泥呢，它在瞬间15分钟呢，股价暴跌99%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呢，不断的在往上攀升，而这个礼拜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呢揭露了。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，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。同时，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。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，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，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。3月份的出口达到 418.2， 年增是 18.9%。那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第一季呢 1103.3 亿美元，所以今年看起来还是会保持在这个4000亿以上哈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经历了2015、16之后呢，台湾开始跳上了3000亿美元的关卡，然后呢，到2021年之后呢，跳升到4000亿以上。那么今年的第一季呢，看起来比预期中来的要理想。那么从1月的 371.9 到2月的 314.3， 3月呢能够达到1103亿呢，我想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好的开始。那么整体来讲，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在讲台湾的出口连续14个月的衰退。我可以特别告诉大家，台湾的出口在今年最少会有连续7个月到8个月的成长，它会一直到6、7月的时候，到7月份呢，会面对376亿。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呢，我相信全年会保持一个相对明朗的这种成长的态势。而这当中啊，最大的关键是在台积电的表现。这一次的营收报告当中呢，台积电交出一张相对比较亮眼的成绩单，3月营收1952.1亿，年增率 34.25%， 第一季合并营收呢达到5926亿。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态势的发展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2023年的第一季呢，台积电营收是5086亿，它的 EPS 7.98， 那么现在呢到5900，等于相对增加了将近的900亿。这个900亿呢，我相信台积电在整个第一季的 EPS 呢，很可能在9块钱左右。那全年呢，大概会达到这个37、8块，甚至到40块。这个时候，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，一方面台湾的出口明显的上扬，如果台积电今年表现亮眼，那么它有机会来挑战2022年呢最高的税后净利呢1兆165亿。如果台积电有这样的出色表现呢，我相信在今年的整个台积电的获利呢会达到相对预期的水准，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高度期待的。我们看到台湾的出口，我们每个月的成长，现在到3月呢，它能够跳升到418，那也等于回到2022年的高峰了。22年的高点在435，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这是历史第2高。往下看呢，台湾的出口相对会对照到明年相对的低基期，所以如果418亿，它等于是会超过2023年每一个月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数字，所以下个月呢维持在400亿以上呢，它会一直到12月会碰到399.4，所以我想在去年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台湾的出口衰退，但是呢，台湾现在的出口在台积电的带头之下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的出口可能会有连续成长的机会。另外呢，台湾的税后净利，如果台积电在今年能够保持1兆以上，我相信今年台湾整个上市柜公司挑战3兆5千亿的可能性呢，相对是大的。这是在今年当中，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相对不错，但唯一一个可能大家必须要高度关注的，耶伦刚刚完成的美国的访问4天，他其实在行前，耶伦不断的在批评中国特定产能过剩。耶伦的表态呢，他也特别提到中国太大的，他说符合产能过剩才能够符合中国的利益。他也提醒，在3个产业，包括电动车，也包括太阳能电池模组，甚至现在的电池，都因为中国的过度的杀价呢，造成全球的产况。耶伦在讲中国太大，没有办法通过出口来实现
快速的增长。这个是他此行到中国最重要的目的。到了北京，他见到了李强，然后在广州，他也跟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见面。这个是在广州呢，叶伦跟这个在中国的美商代表，那么在面对面在对谈。这当中啊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呢，中国的产能的杀戮呢，现在已经到一个全面性的地步了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台湾的企业呢，在未来的经营，你如何避开中国杀戮，这个是一个大家未来要特别关注的焦点。我们最近看到一个众多的比亚迪的汽车呢，停妥在苏州港，然后呢，要准备要航向德国的不来美。这一张图是到了德国的不来美，那德国的不来美的哈芬港，大家可以看到最少有18000辆的比亚迪的汽车啊，等待提领。这有一些汽车已经堆积很久。中国的电动车呢，可能患难德国，这个是现在大家所要面对的。另外一个角度呢，中国的造车产业呢不断的发酵，所以雷军啊开始誓师大会了，他这个正式推出小米的汽车月产1万辆，而雷军呢希望未来小米能够达到年产1000万辆。这个到年产1000万辆的时候呢，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国所带来的压力呢是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中国制造2025现在看起来是已经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。中国所创造的产品，那么现在对全球造成的杀戮，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文茂因为养猪造成的亏损受到大家高度的讨论。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，整个在供应链当中啊，未来可能大家必须要注意到，美中角力当中，其实没有烟硝味的战争其实已经开打。第一个呢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占比不断的在下滑，这个下滑，所以你看到从曲线当中啊，会看到这个里面的变化。而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比重呢，不断的在上升，包括墨西哥，包括加拿大，也包括越南。除了中国这个往下以外呢，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呢都往上。这个往上啊，现在所造成两个面向。第一个呢，是从1990年以后，美国带领全世界有2兆7000亿美元的资金呢，透过 FDI 呢流入了中国。现在呢，从 FDI 快速的下滑，去年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呢衰退 82%， 这个是一个资金的洪流从中国移出来。这个资金的洪流从中国移出来之后呢，受益最大的从日本的日经指数到印度股市呢都不断的大涨。这个大涨当中啊，台股也是受益之一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生产基地移转之后呢，在过去这段时间，墨西哥、越南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呢大幅上升，而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呢大幅的下降。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22年的4041.38，现在降到2023年的2794亿。这个下滑之后呢，它立刻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市值，股票的市值是大幅的下滑。在这段时间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大致上已经杀成一个难以想象的产业，所以大家要高度关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宁德时代、天齐锂业到赣锋锂业，这个股价呢都大幅的下滑，也包括太阳能电池模组都有明显的受到冲击，包括苹果现在股价平创新低，这个大家就要关注的。在中国的杀戮呢，现在其实看起来没完没了。这个没完没了呢，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在美中角力这个礼拜，其实岸田文雄到了美国白宫访问，他跟拜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，那么在白宫合影，那等于就告诉大家，美国加澳洲再加上英国的三方结盟之外呢，再把日本拉进来，这个是一个抗中联盟当中的最前线。美中角力现在不断的在加码，包括现在对先进制程的名单，同时也包括中芯国际呢，现在不断的拉大力道。那么中国所面对的经济的威胁看起来是不断的在加重。而这段时间，习近平呢拉拢美国的企业家呢到中国来访问，但是现在看起来，整个中国的内需啊，现在情况比较严重。最近我们看到香港的颓势慢慢在加剧。第一个，有超过60家公司，大概65家公司2023年的财报呢暂停，这个时候包括碧桂园，包括很多电动车的公司啊，都没有办法如期缴财报。另外一个现象是，香港最近频频出现这种跳水的现象。有一家叫中国天瑞水泥呢，它在瞬间15分钟呢，股价暴跌 99%， 这个跌下去之后呢，大概就没有回头。除了中国天瑞水泥之外呢，浩森金融科技呢，同样一天暴跌 96%。另外这一家叫升能集团呢，股价一天跌 50%。
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快速的下跌的颓势哦。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环球的 Esprit 呢，宣布比利时的公司破产。这个是一个在国际间有高度知名的品牌，台湾28间的门市呢，现在看起来也要关门。这个关门其实对香港带来非常大的震撼。世界环球呢，它的股价最高到87块港币，现在最惨掉到 0.098 港币，那这样一个快速的下滑。它去年亏损 23.64 亿港币，这个亏损呢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有众多的时尚的潮牌呢，都在中国的快速崛起当中他们不断的陨落。Mario Kart 呢，现在也退出了市场。这家 Bossini 呢，其实大家非常耳熟能详，现在也退出台湾的市场。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，像佐丹牛的股价8块6毛6呢，它掉到1块07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从这当中会感受到，在中国的内需现在看起来是不断的往下探底。过去曾经引领风骚很多潮牌的企业呢，现在股价都已经非比寻常。就是在这一轮的全球经济调整当中呢，台湾相对强韧的。我们看到台湾的在 AI 的带领当中3月份的出口，那么现在交出一张亮丽成绩单。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，在赖总统已经找到他的行政院长由左荣泰来出任，国防部长是顾立雄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，郑丽君担任行政院副院长。那我想新的团队正在筹组，我们也希望在新的团队能够给台湾带来更大的活力，我相信能够给台湾带来更大的力量。我想这是这个礼拜给大家带来的老谢开讲，欢迎大家观赏。那么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。